歐美科技戰今天帶觀眾朋友來關心到是 AI 的霸權易主嗎？今天會來關心到是阿里的這款 Q1 3.7 Max 正式的超越了 GPT 還有 Gemini， 殺進了全球的頂尖的模型當中。那麼另外一方面，等一下也會來關心到是騰訊的晶片則是擊敗了輝達，西方科技護城河難道會出問題嗎？歡迎觀眾朋友等一下在留言區來留言。如果您認為說未來 AI 的霸權已經易主了，可能由中國大陸追上美國，甚至超越美國，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答案是反之的，美國還會持續的維持領先的話，留言區寫2，來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好，今天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们請來賓來幫我們做解答。包括第一個，如果 Q1 的3.7 Max 真的在程式當中超越 GPT 跟 Gemini 的話，甚至進入全球第1梯隊，這代表中國大陸 AI 在核心上已經追平美國了嗎？是第一個問題，等一下請來賓幫我們做解答。第二個事情，如果中國的晶片真的能夠超越 NVIDIA、Intel、AMD 等大廠，代表這個算力結構已經出現了一個關鍵的變化嗎？最後我們也會來關心到的是 AI 可以長時間自主寫程式，代表 AI 已經開始主導戰場了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要趕快來看到這個是最新的消息，其實呢可以說是震撼了業界 AI 圈，因為阿里巴巴推出的一個最新模型，這一款叫做 Q1 3.7 Max， 在程式的設計權威平台評測當中傳出呢，這個成績達到非常好，現在來到第4名，而且是超越 GPT 跟 Gemini 的，奪下了全球第4，而且是非 Cloud 系模型的第1名，代表大陸自制自研的 AI 現在正式殺入了 AI 的重要皇冠的賽道當中，而寫程式的能力也備受看重哦。這當中我们來看到歐文也做了一些比較艱巨的任務，當中包括訓練俄羅斯方塊的 AI， 結果我們來看到這個訓練打敗了誰呢？包括打敗了 GPT 還有 Opus 等等哦。成本重點來了，成本非常的低，只有1.32美元，可是性能是大幅提升36%的。重點是它可以自主的工作，而且連續的工作長達35小時的時間。再來就是它的推理速度更是一口氣暴增了，達到10倍。我們來看到來自於史丹佛大學的教授，AI 指數早就已經示警說，美國僅以2.7%的這個實力，微幅的領先中國大陸而已。剛剛說了嘛，我們還要關心的就是這一款騰訊它所推出的自研晶片滄海 V2， 在莫斯科大學的硬體編碼的這個比賽當中，竟然是擊敗了西方的 AMD、NVIDIA 跟 Intel 等大廠，部分的指標甚至大幅領先，達到了30%以上。而且呢，這款晶片已經正式的進入了量產，預計今年下半年就會提供一個全面性的服務。要來看到這一場中美之間的這個科技大戰，尤其在 AI 領域，剛剛講阿里的這個 Q1 超越 GPT、Gemini， 老師怎麼解讀？ OK， 我這樣講好了，我們活過了歲月哈，大家經歷過 .com 的那個年代，1990年代 Net 出現了，然後呢，後來呢 Net 可以到處連接，變 Internet of Things 啊，就是網際網絡。好，再來呢出現了所謂的Internet 以後 Internet of Things， 最後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us Internet of Everything AIOE 啊，所有東西萬物相連，出現了這個我們叫做 CPS 什麼 Cyber 這個 Physical System。那時候我有一些演講講過這個，那是在7、8年前。你知道這個東西很快就變成了，好像就變成舊故事。在2年前出現了一個可以讓你腦動作的叫做 ChatGPT。這個出現，當黃勳這個皮衣男也出現了，讓大家都知道，哇，你知道跟他有關，太厲害了，全世界變了，腦可以動作，可以自主動作，不過他還是回應你的問題，他不是自主的哦，他可以回應，可以解答，他可以協助你很多東西，還不夠，現在更可怕，自主編碼出現了，這圖片不得了，各位去注意一下，最近啊，這個事情不能再推了，這世界要毀滅了。我怎麼講呢？因為最近最厲害的就是你剛剛講到 Q1 3.7， 那需要花時間去講，它幾乎超過了 ChatGPT， 超過 Gemini， 但它很難超過 Anthropic 的什麼東西、Cloud Method。那 Cloud 裡面的 Opus 啊4.6、4.7， 大家都還贏它了。它現在只輸這個 Anthropic Cloud， 你相不相信？它很厲害。當然，也就是說，在程式編碼又變得更深等級，它是自主編程哦。
最厲害的，我先形容一下哈，這個大家一定要知道。這個我們講這 Anthropic 的這個所謂的 Cloud Meter， 它是一種很神話型的，它可以自動偵測你的軟體漏洞，回溯15-20年，它在很短時間把你 IBM 20多年前的問題找出來，還去解決。然後當你很多的軟體前面的問題全部解決，它這麼厲害的可以自動監測它的漏洞識別，然後去最後就修補 diagram， 然後就 remedy， 所以去解救很多東西。這問題在哪裡？如果駭客抓到了，請問現在任何銀行，你的所有的情資，你不是全部都可以解破？我告訴你，只要有駭客拿到，你們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被厲害的壞人拿走。這已經太厲害了。所以 Cloud 這個的 Meter 現在在被限制，我覺得有點像到1996年當 Clinton 宣布你知道的陶丽羊啊，出生了從 A、B 兩個羊，再用這個精子卵子在西羊裡面生下了另外一個羊，長得一模一樣，複製羊的時候就宣布不能有複製人，你可以複製猴，複製全世界都複製，不能複製，這是世界的恐怖。一樣這個問題來了，可是你知道，不管怎麼說，大家在比這個世界的未來，你知道中國就是不輸人啊，輸人不輸陣。阿里巴巴它的旗艦 model 呢 ，Q1 3.7， 看你程式編碼來，他也來搞這一套，沒有想到他很快可以35小時自主工作哦，而且可以自主編碼、牽制工具調用，然後最後呢，你剛剛講那個重點，我們講 CP 值，分母 cost down 好便宜嘛，1.3萬美金，我们它的性能哦 ，performance 哦，卻提升57%、56%、57%，哎，請問一下，這樣的工具就像那個當時這個 DeepSeek 出現ChatGPT 出現 DeepSeek， 大家就去用嘛，因為它便宜，這個原因，它一出來，你覺得怎麼辦？就是馬上會讓全世界西方的國家又嚇到，所以大家就講，哦，中國什麼東西都可以做出來。當然，它有可能就是美國先有了第一個，有了 model， 你要學習是比較快了，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再跳到比他前面，我就看到中國大部分是這種做法。那不管怎麼說，中國這些一個一個的又出來，讓全世界知道 AI 的競賽，中國不會輸美國，就這麼清楚。你不管你今天說轉個頭，之前黃仁勳講轉個頭就看到中國在後面跑了，我告訴你，美國已經跑累了，他體能還很強哎。我告訴你，你跑位到最後，他馬上就衝過了。這就是你看張雪機車啊，在這個歐洲的賽道一樣，到最後啪就衝過了第一名，就這樣的精神。好，同樣問題也特別請教賴老師，這是大陸 AI 的這個逆襲嘛？另外剛剛提到的這款晶片是騰訊的滄海 V2，而且說它擊敗了 AMD 啊、輝達等等，老師又怎麼看？這是硬體了哈。我們看到基本上來講，剛剛這個聶教授他所提到，我們一般是分3個層次來 PK 嘛啊。那原本大家都認為說，美國在基礎這個領域，在底層這個部分比較強，中國在商務應用方面比較強，所以各有各的強勢。現在的問題是在於，美國在商務應用這個部分的成本太高，那你只要成本高，你的費用就高，費用高，你的市場的很快的這種撒出去的速度就會慢，而中國大陸的費用這麼便宜的話，它撒出去的速度就會很快。那你想，如果說在這個層次的比較來講的話，美國要怎麼去追中國大陸？也就是我可以便宜到你做不到的地步。那你美國未來訂閱付，你就是變成企業少數人在訂閱，而廣大人他會考慮，我為什麼要付那麼高的價錢去用你的這個 GPT？我為什麼不用這個便宜的？那一樣的功能，甚至功能更好，我為什麼不買便宜的？所以我覺得這個在競爭這個部分，美國已經失去優勢了。另外，在底層建築這個部分，大陸前一段時間我們在上禮拜也討論這個節目也討論過，它已經繞開了底層了。對。那這個部分裡面，等於是你美國的所有的優勢都不見了。好，那接着那就是硬體了。也本身也就是黃仁勳最自以為好的，就是說我的東西是好的嘛，英偉達的東西是好的。可是問題是在於，連華為都告訴你說，我可以趕上你。那當你硬件這個部分被證明說騰訊都贏你的情形下的時候，當然黃仁勳的東西賣不進去中國。當你的產品賣不進去中國，你失去了一個大的市場，而中國大陸開始可以進入量產的一個階段，而開始反賣到國外去的時候，它變成是跟你是競爭者了。過去你幾乎沒有競爭者。現在你不但賣不進去中國的市場，中國的產品可以跟你對抗，那你在這個部分你的優勢在哪裡？所以我個人認為，美國的在晶片硬體部分的優勢也是在消失，而黃仁勳正在台灣準備要蓋一個4000多人的大廠。對，他要蓋4000多人的大廠，我第一個念頭想起來的是什麼？不是這個廠不夠新穎、不夠現代化、不夠好，而是他要說要容納4000個人。他說：“我要把4000個頂尖的人吸納進來，
誰供應？我們一個大學，我們就講說台灣前3名大學，一個是這個台科大，因為要講科技工程訓練的話，台科大、台大、清大，你每個系每一年只培養幾個人？不到，每一個學校不超過100個人，那你能培養多少人？研究所不超過50個人，所以你的數量根本不夠嘛。而中國大陸學理工科的學生的總和數量之大、規模之大、基礎之大，更何況這個所有的 AI， 大家都會告訴你說都是華人，60%以上到70%都是華人。那當中國大陸的規模越來越大的，它的待遇越來越高，吸引力越來越強的時候，原來在美國工作的人，他受到的待遇環境跟他認為他不受到公平的待遇的時候，他當然不願意在美国工作。在移動的3個層面來看的話，你在這條賽道上，美國怎麼可能贏中國？現在你說美國也沒有領先了，因為原來在3月前說我們領先2-3個月，可是現在是6月了。如果以3月的數據來推斷的話，你現在根本沒有領先了，所以並駕齊驅，接着那就是被中國大陸超越嘛。好，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場美中在 AI 的競賽，考驗的不只是在技術哦，還包括了 AI 的這個人才戰跟整體的資金哦。我們持續看到，所以呢，現在來自於英國的最高網絡情報首長，他也公開了示警，有關於未來的這個美中在 AI 的競賽。他說，西方現在維持對大陸科技優勢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甚至承認，中國已經成為科學還有呢科技的強權，而且在情報跟網絡軍事系統是具備高度成熟能力的。酈將軍同意嗎？我認為說，我又要講《孫子兵法》。孫子兵法有一句話叫做"行兵之急，至於無形"。用兵最高的階段就是讓人家看不出來你要怎麼樣來用兵哦。那如果說未來的 AI 能夠在某一方面取得壓倒式的優勢來講的話，當然它可以取代這個火力的競賽哈，達到所謂《孫子兵法》所講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那這種話怎麼講呢？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跟各位做解釋。假如說我們戰場上面，譬如說一盤棋局，我講的是象棋來講的話，那在戰場上面，你不可能看到對方這個每一步怎麼走，你根本就看不到。可能對方16顆子裡面，你可能只看到3顆、4顆，那還經過你的情報包括你的衛星偵收到敵人的位置。可是光這幾顆子你知道這幾顆子，你根本就不曉得敵人下一步，你的對手下一步會下哪一步。那甚至於你自己的16顆子，你都不見得很清楚它的位置。這叫什麼呢？這叫戰場之誤你根本就看不清楚。這時候就需要什麼？以前我們戰場上面是靠人腦來判斷，就是說，根據這幾顆子，我來研判他的這個將可能在什麼地方，他的炮可能在什麼地方，他炮下一步可能會走什麼位置，那我要怎麼來因應大概戰場上面類似這種情形。那當然，如果說能夠全盤看清楚，那當然我很清楚。而且不但如果說全盤能夠看到對方每一個子的位置，還可以精準的預測出來他下一步會走什麼地方。那當然你獲勝的幾率就非常之高。所以這就是 AI 的功能啦。在戰場上面，它可以協助指揮官做這方面的判斷，它可以很清楚的從這個情報從這個衛星、戰機偵察機所收，或者是說無線電機所收集到的相關這些情資研判出來情報，然後斷定出來下一步敵人可能會怎麼走，敵人的兵力部署會在什麼地方。那你自己這邊你也很清楚自己的兵力部署，你也很清楚自己應該做哪一段。這時候如果說借助 AI 的話，你就不用人腦去判斷，人腦去判斷，那有時候憑良心講，只是有些機運啊。我自己研究過很多的戰士，我覺得有時候戰場上的獲勝，有時候是有一些機運跟運氣在了，但戰場上你不能都靠機運跟運氣啊，對不對？你可能運氣不好，你就戰敗了。所以如果說有 AI 協助主官來做相關的判斷，可以提供他更精準的判斷，也更了解敵人的情形，然後將戰場之誤全部清除掉。我覺得如果在這方面你已經取得優勢來講的話，那對方如果說沒有這方面的協助，那當然就是能夠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這個作戰目的。好，謝謝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